草屋内毫无回答，于是一旁的兰陵娥轻咳了2声，捏着嗓子大喊：啊！师兄你不要这样，我们还没得到师父同意是不可以的。哼！呆！逆徒住手！你们这样会让人耻笑，必须先去百凡殿中做个祭。咣当一声，草屋门顿时被踹开，齐元老道举着拂尘，带着少许残留的感悟道运，直接冲了出来。但是见到2位弟子站在面前，这老道顿时苦笑了一声，骂道：这种事也是可以拿来玩笑的，面皮呀！哼！兰陵娥连做个鬼脸。师傅，快过来尝尝，我跟师兄2人合伙，不是，我们2个联手做了一桌子好菜。李长寿也笑道：呵呵，还有弟子最近酿制的2壶好酒。齐元老道低叹一声，面露颓然，目光注视着远处，灰白的长发微微飘动。唉，为师心已死，余生半道凉。好菜好酒，你们年轻人慢慢品吧。唉，长寿啊，师父最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。哦，师父您讲。李长寿认真地听着。珍惜眼前人，莫说今后事。风云幻难测，谁可说福祸？一旁的灵娥轻轻眨了眨眼，抿嘴偷看一眼自己的师兄，脸蛋儿略微有些泛红。他也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主。李长寿笑道：弟子记下了，师父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护好师妹周全。这就好。齐元摆摆手：哎，你本事比我还大一些，门内大比的事你和灵娥自己拿主意就是了。师父继续闭关修行，早日参透真仙之境，去做你此前所说之事。往后余生，师父就盼着你们2个好好的了啊。言罢，齐元老道转身回了草屋，背影略显萧瑟，周遭仿佛飘荡着那一缕歌声。吱呀一声，草屋的木门被关上了，阵法再次开启。李长寿和灵娥对视一眼，2个人都是面带忧色。灵娥低声问：师兄，这个怎么办？李长寿摇头之余，心底还是一阵庆幸。师伯对于师父来说，不只是情结，也是心结，更是执念。还好当初选择不将事情告诉师父，不然师父现在的心境，估计就是空山新雨后，自挂东南枝。唉，难办呐。李长寿心底略作思忖时，暂时也没有好的计策。灵娥感慨：情之一字，还真是磨人。不，李长寿摇摇头，淡定道：你现在所见，并非就是你所见。最磨人的不是情这个字，最磨人的是某个暗中捣乱的大……唉，罢了，这个不能多说，等你以后修为高一些了，接触无为经就知道了。灵娥眨眨眼，一阵不明所以。李长寿大手一挥：做的饭菜不能浪费，你再多做几个菜，我去破天峰请小师叔和九巫师伯夫妇将饭菜搬去丹房那边。哎，灵娥乖巧地应了一声，顺便多烧2条鱼，备一个食盒，我稍后还要去万灵云长老那边拜访。小琼峰厨娘听候差遣。哼，还厨娘，围裙都不知道是何物的你。李长寿抬手揉了揉灵娥的脑袋，驾云飞在了专属的高度，朝着破天峰慢慢飘去。怎么才能帮到师父？灵娥则是继续思考该怎么帮师父
走出当前的心境，去湖边灶台继续忙碌起来。灵娥回忆了一下自己在山中的记忆，心底都是师兄的影子，在这件事上没什么参考价值。又回忆了一下自己在俗世家中的情形，倒是隐隐记得小时候自己母亲跟二母的某次讨论。那一次是自家一位做将军的叔叔丧偶，痛心疾首，然后母亲跟二母为他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姑娘。没过2个月，那位叔叔又办了一场婚宴。虽然这件事的教育意义在于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花心大萝卜，必须看紧他们才行，但是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的嘛。灵娥眨眨眼，开始仔细的思索，准备稍后给师兄提案。他自己也不敢乱安排这些，可不想被罚抄几千遍文字经。破天峰，李长寿一路飞到了九字九仙人居所，还没有从云上落下，就看到了一场大戏。不只是他，几位杂役弟子、九九师叔，以及在渡仙门大战时出现过的几位九字仙人，也在各处偷偷地观察着九巫师伯的小楼。就听你要是心里有了别人，你就说，我就是不缠着你。随后便看见九师从阁楼中飞了出来，掩着口鼻急匆匆地离开。李长寿先是一愣，随后便是苦笑了一声，呵呵呵，哎呀，之前因为听到晚江与师伯之事，以及忙着盯梢仙灵峰，没给九巫师伯送毒龙酒。当时考虑的是，毒龙酒的配方早已经给九巫和九师了，没想到还是出了一点问题。李长寿直接落向了九巫师伯的阁楼前，道了句：“弟子长寿，有事拜见九巫师伯。”哦，长寿啊！里面传来一声叹息。进来吧。李长寿迈步走入其中，入门就看见地上乱扔的物件。九巫师伯开启阁楼周遭阵法。何事啊？李长寿小声问。师伯，这是怎么了？九巫坐在一旁，一手扶额，缓缓吐了口气。哎，感情破裂了。道侣不就是修道的伴侣吗？啊，什么时候道侣跟夫妻是一个道理了啊？一心慕大道不行吗？啊，想清静点修行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小琼峰丹房，九巫面色微红，坐在那儿不断拍打着桌子，发出一声声压抑的低吼。丹房酒宴，九巫坐在主位，旁边是九巫的六师妹九鹿儿、七师弟九奇。九九自然也在这儿，不过此时正跟李长寿和灵娥坐在一旁，更像是主人家在招待客人。九鹿儿看模样自是娟秀慧灵的仙子，又透着一股娇柔之感。她似乎钟爱绿色，一身浅绿色软香裙，其上配着草绿色的夹袄，珠钗都是透彻的碧玉雕琢而成。九鹿儿个头中等，身段介于窈窕与玲珑之间，与九九有些相近，但有所不如。略圆的小脸上，柳眉杏眼，薄唇小口，脖颈修长白皙，第一眼给人的感觉便是十分的温柔，而他说话时也是温声细语，不急不缓，似乎跟他大声些说话都会让人觉得有些失礼冒犯。再看他身旁的九奇，略过。二人自是不放心五师兄，一同跟着前来赴宴。九壶2杯闷酒下肚，九鹿儿小声问：五师兄，你跟四师姐这是怎么了？于是九壶就打开了话匣子，在那儿一阵拍桌吐槽。九鹿儿和九奇都是皱眉不语，一旁的罪恶元凶李长寿则是不断的安慰着，捏着九巫的鼻子就是一阵猛灌鸡汤。只剩下2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灵娥跟九九在那儿面面相觑。灵娥知道一些男女之事，但是不多，九九倒是从小耳濡目染，
修行1000多年，对这些也懂，但是因为没什么经验，也不知道五师兄这到底是怎么了，突然满腹的牢骚。这顿酒宴开始，尽是听九巫在那不断的发牢骚。还好李长寿提议九巫一同外出走走，散散心，让4人在那吃喝玩闹，这才没有浪费一桌子好菜。漫步在灵兽圈中，李长寿心底思量着该如何补救此事。看九巫的情绪平静了一些，李长寿低声问：九巫师伯，这里没有别人，我把你当师伯，也当知心好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九师师伯不是一直恩爱如初吗？九巫叹了一口气，扭头不语。李长寿又问：九巫师伯，是不是你现在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九巫又叹了一口气，略微有些欲言又止。李长寿沉吟2声，低声道：师伯，有一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师伯有时在这方面有些不太自信。其实师伯你已经十分不错了，你若是都这般了，那我以后对道理之事肯定也是敬而远之的。我这……九巫话语一顿，苦笑了半声，拍了拍大腿。行吧，我实话告诉你们啊，我现在不知怎么就是有些不近女色。李长寿闻言顿时后退2步，九狐顿时被这半步给气笑了。你别想歪了啊，贫道可不是孤阳道人是。李长寿自然是开个玩笑，他也知道九巫的病根在什么地方。沉吟2声，李长寿道：师伯，我听师父说起过你们除妖的细节，你是不是看过我画的那幅白眉老后图啊？看过呀。九狐皱眉：不是，你那图就是一张图啊，怎么可能会影响到我？我好歹也是真仙修为，心境也是颇稳。只是那图自然不至于，但是当时似乎师伯是中了狐妖的媚术，当时师伯您的心神是在完全失防的情况下。李长寿稍微提醒2句，九巫略作思考，顿时恍然大悟。真是如此啊？应当是了。李长寿叹口气：这件事源于我所做的画作，虽说是那媚术的后遗症，但弟子也是有责任在。师伯，您若是信得过我，就让弟子来试一试，看看能否补救补救吧。你想怎么补救啊？九巫那短粗的眉头皱了一下。李长寿淡定一笑，自是胸有成竹。不过片刻，九巫精神抖擞，眼中满是希望，回到了单房酒宴。他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，在那儿不断地招呼几个人喝酒吃菜，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。他3个师弟师妹自然是不明所以，各自一头雾水。李长寿并未跟着九巫一同回来，反而是在1个时辰后揉着眉头回了单房，将一只宝囊郑重地塞到了九巫手中。九巫低声问：有多少？36卷，合天罡之数。很好，有劳师侄了。九巫顿时笑眯了眼，看一旁九九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手中的宝囊，笑骂了一句：莫要多看，这可不是你小孩子家看的。随后九巫将这宝囊郑重其事地收起，对着李长寿竖了一个大拇指。还是师侄你靠谱。小事小事，师伯，勿忘了咱们此前的约定才是。那是自然。来，师伯我敬你一杯，若此事可成，师伯我必有重谢。师伯不必如此客气，记得不要外传就是。2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
算是吊足了周围几个人的胃口。但是4人不管如何旁敲侧击，2个人都是含笑不语。很快，九湖就扔下自己的师弟师妹，先一步驾云匆匆而去。九鹿儿和九岐也是告别离开。待他们走后，九九盯着李长寿不断的追问。李长寿无奈之下给小师叔解释了2句。九师伯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，阳气有些亏损了，于是我就拿了一点丹药给他，又给他做了一些看后赏心悦目的画作。就这样？就这样啊。然而李长寿话语刚落，一旁收拾碗筷的灵娥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小手一晃，玉盘都差点打碎了。李长寿扭头看了他一眼，灵娥顿时低头忍笑，动作更加麻利了一些。他想起了玉蛙的快速繁衍。破天峰9字9仙居所，九湖急匆匆地飞回来，一头扎进了自己阁楼，取出2只宝囊，在一只宝囊中拿出几瓶丹药，又在另一只宝囊中取出了一摞精致的画轴。这矮道人的心底浮现出了李长寿的叮嘱：师伯记得先看一看卷轴，抵消一下心底的那些画面，再试着服用一颗这雄心丹的丹药，看看是否有效果。但是切记，这丹药不能多吃，1颗就可以提神醒脑，2颗就会永不疲劳，3颗就容易出事了。九无吸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长寿师真，师伯的未来可就交到您手中了。